媒报道，在日美2+2会谈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炮制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会后，日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涵盖多条涉华的消极内容，包含涉台湾、新疆、香港、东海、南海等多个涉华议题。对此，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指出，日美2+2会议及联合声明恶意操弄涉华议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日美同盟作为双边安排，应该真正管好自己的事，而不是总想着针对第三方，更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日美口口声声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实质上却在固守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小圈子，挑动政治对立，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应该说日美的2+2这个会议啊，他们讨论的内容呢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这个2+2会议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这个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的一些措施。那么我们中国很显然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以任何借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个干预台湾问题。所以任何外国势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和强大的能力。有分析称，此次2+2会议再次强化了日美同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不断加强长期存在的日美联盟，并使之现代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也更加重要。而即将赴日旅行的美国新任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受访时也称，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区的堡垒。众所周知，日美同盟最主要的是军事上的同盟关系，而日美近年来的军事联合正在借所谓应对中国威胁发生变化。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2021年日美共举行双边联演40余次，占自卫队年度演习数量的1半以上。而且驻日美军以往很少派出大规模兵力参加自卫队主导的演习，往往是派员观摩或提供支援力量。不过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去年11月，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海举行令和03G 年度演习，美军也出动10艘舰艇参演。不仅如此，日美双方展开的联合演习针对性更强，场景设定为钓鱼岛、台海、南海方向，进行夺岛、反舰、反潜、防空等演练。评论员朱江明认为，这表明日本自卫队已经不再甘于单纯的辅助角色，未来要代替美军承担更多正面冲突的军事活动。比如说日本组建它的海军陆战队啊，那么包括说它的这个出云号改装成航母啊，甚至乎最近日本提出就是说要把它的这个潜艇改装可以发射类似战斧这样的巡航导弹，打击一些地面的目标，就是所谓源头打击，那么攻击对方的这个港口或者说是导弹基地啊。实际上日本呢现在它的无论是从它自卫队的这个建设以及它的武器装备的更新都可以看出来，日本已经不再甘心承担这种敲边鼓或者说是辅助的角色了，而是越来越多的成为这个东亚地区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有观察指出，为了讨好美国，换得更多的军事松绑，日本再次跟美国签订未来5年的保护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目前在日本部署约55000名士兵，包括一支海军特遣队，是美国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日美曾在军费分摊问题上的分歧难解，直到去年年末，拜登政府才跟日本达成共识。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美方的涨价要求，每年将花费约18.2亿美元来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持续到2026年。此外，日美2+2还将重点聚焦在反导领域的合作。会议结束后，双方就签署了防卫装备合作研究协定，重点应对周边国家推进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